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 剑如纸，举壮志，算如云，步步险中影。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壮志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证。 玉，宪兵府。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军。看姑娘举止仪态，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 他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啊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。 叫地不灵，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头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兵。 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信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，而且。 你们的种种行为，不像是信兵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长久。怎么，婶子还想杀我？
在驿站，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，但我还是带上了你，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把刀放下。我说，把你刀放下。阿九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假扮信兵，是想截获情报。关于朔漠的情报，魏将军楚灵向来所向披靡，不可能轻易被一支朔漠小队钻了空子，除非有人泄露了军报。你怎么知道？可若是非亲非故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做？除非你们是朔漠人。朔漠人不可能穿过云中郡。我们是苍木寨的人。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，所以才找上信兵，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朔漠，威胁云中郡。苍木寨向来神秘，鲜有人知，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。你们为何要管这闲事？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，杀了你们的先寨主木棉红，你们不恨他吗？为何还要帮他？我们虽是一介山匪，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，我们还是知道的。楚大将军驻守边郡20年，守护大楚平安。若被朝廷中人勾结朔漠，因私加害，大楚危矣。又何况这小小的苍木寨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楚灵的女儿。听闻父亲病重，着急赶往云中郡，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不得已才乔装，随信兵出行。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，可要随我上苍木寨。玉，哎呦，周姨，你是打点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？商队确实是不少，女子也有。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？哎呦，一个偷了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，细皮嫩肉，不像吃过苦的。这荒道上行走，这个丫鬟都少见，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。没见过。撒谎！见过。月巡弄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容小的好好想想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个人他前2天在这暂住，说是去云中郡探亲，后来就跟着一队新兵走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。娘亲？啊，对，他娘亲雇了个马车送自己回咸阳老家了，就在往北3里地那个车马行雇的。玉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，这位军爷，您这是骗了我那么多的钱，前几日，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？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，哪能记得住名字啊？别装傻！他花钱雇你演戏，然后跟着新兵走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骗过那几个新兵往云中郡方向去。很好，连老天爷都想让你死。
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，机关陷阱不下100余。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，未免也过于隆重了。他们真的可信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，你非要来这儿？葛大神所言非虚，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。看来苍木寨与我父亲当年，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。铁鹰并非愚钝之人，我那点障眼法，至多再拖半日。眼下敌众我寡，硬拼非上策，不如暂借苍木寨栖身，待探清虚实，再议后继不迟。所以，你还是在赌？有你在，我才敢赌啊！你还得意上了？昨夜你分明没有自保之力，但你却惹怒那些山匪。你可知道，昨夜我若是晚到一步，你可就成刀下亡魂了。他们若是想杀我，早在我揭穿葛大神女扮男装时就动手了。所以你就敢赌命？这个时候，葛大婶带人假扮信兵窃取军情，一定不是为了害我爹，而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换言之，他的确是在帮他。你就不怕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？虎口拔牙，狼窝犯险，不就是咱俩每日都在做的事吗？大姐回来了！大姐回来了！大姐，大姐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大姐，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吧，大姐。哥哥，三儿，哎，剑客来了。呀，这是我弟弟，苍木寨寨主葛老三。见过寨主。小曼，坐。你怎么还带俩人回来？借贵宝地避个难。避个难。那二位怎么称呼？他叫阿九，我叫阿福。阿福啊，好名字啊，听着就有福气啊。葛大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担心。刚才一路进来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名为苍木寨，藏身在这苍木林。山下有句俗话，进了苍木腹，哪有回头路？这林子又大又深，是个天然的堡垒，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，竹林搭天网，藤蔓缠地锁，生人闯不进，野兽绕道走。在这儿，保管比外面安全。那如此隐秘的宝地，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，就不怕？苍木寨看人最重眼缘，既信了你，便不会怀疑。小曼，先带他们去安置，等外头安全些，你们再上路也不迟。多谢大婶，给寨主添麻烦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来，这边请。那个好好休息啊。姐，她这头领，这头领，玉，这头领，不好了，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，全部在苍木寨方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去的兄弟，全部丧命在了苍木寨山匪手里。苍木寨，我答应过世子，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。全体听令，加快速度，向苍木林进发，
一个活口都不要留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。撤！他们让你休息，你可倒好，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了。参谋林大，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，但不探查一番，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？我竟不知你初入江湖，心思倒比我稳重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小心。机库改装了7处，增加了2丈的射程，却减少了后坐力。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工艺。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在军营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。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，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。不止，我在选你的时候，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新兵，他们给他绑了绳结，也是边军常用的打法。你的意思是？或许，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我阿爹他……你们等我一会儿。马上有人。长公主这手法，多少带点私人恩怨。我离京时，是谁承诺会替我守好皇城的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担心我。但谢艳芳肯放你离京，必有所图。现在朝中如何？谢艳芳会照顾阿玉，但她需要长公主令，牵制邓毅。我把长公主令给她了。也对，你那三哥本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。若你离京，也只有他能够保护好阿玉。你伤还没好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早点睡吧。他们就给了我们1间房。是我要求的。你伤得这么重，如果离我太远的话，我怎么保护你？流光接近，将城市都染成电影。那你想怎么保护我？让人忘了秘密。你的背影有一种朦胧的美丽，这次你没
有停下等我靠近。夜里风凉，明知道我愿意多远都跟你去，像明天或梦境，从不问原因。为什么最后会决定故意放开我的手心？是不是你也担心？紧紧靠勇气，撑不到天明。姐，你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咋能明知道他是谁，还往寨子里领呢？那群家伙不是擅长。萧巡的陷阱，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杀招。方才守门的小卒用白狼语报信，说追兵已被全部截杀。若是萧巡的人，没必要自断臂膀。你还会说白狼语？在大漠的时候，我爹教我的。这世上，除了他，没人知道。可若是他们演戏怎么办？萧巡的人没必要杀自己人。若是邓毅，以他的谨慎，不会选一群有救主的山匪合作，他信不过。至于你三哥，就更不可能了。不管葛大婶他们对我爹是敬是怕，但至少我爹对他们从无恶意。我还是不相信那群狼会突然改吃素。那谢统领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？那若是赌输了怎么办？那至少黄泉路上有你作伴。今日信使在北曹镇驿站附近被劫，据查证乃仓木寨所为，简直岂有此理，闻所未闻呐！楚灵当年纵匪养患，只是仓木寨余孽今时今日竟敢假冒信兵窃取军情，臣恳请陛下降旨彻查，以正国法。楚将军当年奉旨剿匪，女匪首木棉红跳崖身亡后，连寨里的妇孺都未曾伤及。这等人猴，如今倒是罪名了。陛下，今日接到急报，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，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。朔漠与大楚本来就摩擦不断，这当如何是好啊？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，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。纵匪之名可容，这引战之罪可不能赦。前有朔漠突入犯境，后有朔漠使者深夜持密函潜入楚将军营帐，这还不是刺探军机？太傅所言甚是。楚将军掌管边军几十年，固若金汤，上次差点失利，定是有细作送出布防。此等非常之时，可行非常之事。按大楚律，如遇敌情不明，可先斩后奏。楚将军何罪之有？陛下，楚将军年事已高，边军防线屡出疏漏，还请陛下另择良将。此言非虚，朔漠蠢蠢欲动，一旦战事起，边郡确实需要提前有所准备。但至于这人选如何，还需陛下圣裁。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，每每朔漠进犯都是铩羽而归。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，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？良将非一日可得，但也不能将边郡的安危皆系于一人。谢大人不必担心，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，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，赴任云中，
为楚将军分忧。太傅这步棋倒是下得妙。这是沙湖哨。没错，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。你嘴挺硬啊！说不说？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剁碎，扔到了山里喂狼。不要！说不说？哎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在这办点正事啊，先不招呼你们了。交给我吧。啊？下手真合适，还在叫，太厉害了！真惨！我跟你说，直接让他真是看不出。怎么样？他招了，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岭，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，人马今夜就会赶到，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那我得告诉我姐去。你方才那些严刑逼供的手段，也是从我阿爹军营里学的？不是的，老头主张善待战俘，不会对他们严刑逼供的。你不怕了？我有甚可怕的？我自幼在军营长大，还是见识过杀伐和血光的。这种见识不是好事，倒不如不见的。可人生在世，谁又有得选呢？我不愿杀人，可有人要来杀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杀人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。还有我爹。我想活着见到他。我帮你杀。姐，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，收群的人。小地方招待不周，都是些粗茶淡饭。望长公主海涵。你是长公主？不对呀，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。你跟这小子私奔了？因为萧巡骗了我，他所求的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万兵权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绝不。哎，那你是楚灵的女儿，那楚灵有没有跟你提过你娘是谁？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，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，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
边军的痕迹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婶子不妨如实相告：当年我爹上仓木寨剿匪，到底有何隐情？没什么隐情，不过就是楚将军杀了我们仙寨主而已。那你们还对他如此在意，半点不把仙寨主的仇放在眼里吗？当年仓木寨被传骚扰边境，楚将军前来剿匪，杀了仙寨主后，得知其中有所误会，才将寨中的兄弟们重新安置。你看到的那些，不过是你阿爹的愧疚和弥补。可是恩怨已了，何必再提？你们一路辛苦，先好好休息吧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这群人不似寻常的草寇，他们说老头当年剿匪、错杀好人的故事，变得是有些许敷衍。7分假3分真吧。我相信我阿爹是真的想护着这个寨子，我也至少能够确定，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。至于其他的，是人都有秘密，何时能够窥见，就看机缘了。望城就在不远处，过了望城，便是云中郡。等解决完萧巡的那些追兵，你就能见到你爹了。我知道，这条路我很熟悉。当年我就是沿着这条路，远离父亲，远离云中郡，远离爱我的一切，走向那个万劫不复的地狱。阿九，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，是不是还有改变的机会？人生如果重来一次，阿九，以后谢府就是你的家了。娘，娘！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但于我而言，确实有所不同了。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梦吗？在那个梦的最后，有一个人替我杀了小雪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那个人是你。你替我杀了萧雪，替
替我报了楚家的仇。但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自己来，即便是偶尔心中仍存惧意，即便前路是万丈悬崖，但我也万山无阻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。无论你今后害怕什么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不论那个梦是真是假，直面它，抓住它，战胜它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这样便不会再怕。我不怕，我和我阿爹都会好好活着。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趣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成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桥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趣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却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趣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躁。